嘿，小伙伴们，之前跟大家预告说要更新一期 TF 香水拍摄的教学，上面就是我拍摄完成的一些成片。其实我翻遍全网也没有找到详细介绍这种拍摄风格的教学，那么这一期我索性从做拍摄方案再到实际拍摄技巧，完整的跟大家介绍一下。这里麻烦小伙伴们把良心打在公屏上。因为这期甲方的反馈非常好，所以我愿意把详细完整的过程都分享给大家，尤其是刚刚入行摄影的小伙伴。本期内容很长哦，大家要忍一忍。摄影高手们可以忽略，想要学习摄影的小伙伴记得一键三连，收藏起来以后一定用得上。其实像这种正规的拍摄，通常一定会有 brief， 每个甲方给到的 brief 的完成度也不一样。这个就像剧本一样，有的完成度很高，像冯小刚的剧本；有的完成度不高，像姜文的剧本。那我接到的这个 brief 其实内容完成度比较高，也就是甲方的要求其实比较明确，具体表现在道具的使用上会有指定。比如这次的3款 TF 香水分别指定了3种风格的玫瑰品种，大概有好几款，但是因为甲方给到的信息稍微有些琐碎，所以我会先花时间把 brief 重新整理一下，这个对于后面的准备非常有帮助。整理如下。好，整理完 brief 之后，我已经脑海中大概清楚了哪些玫瑰有哪些特点，分别又对应了哪款香水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做拍摄方案了。所谓拍摄方案，很多时候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。毕加索说，好的艺术家复制，伟大的艺术家偷。这里面真正决定了每个人拍摄方案的高低之分，在于你的眼界。在这个互联网发达的年代，其实不论你怎么拍，总是会有比你拍得更好的人。与其闭门造车搞创意，不如先去学习人家的好的东西，师夷长技以制夷嘛。之前修图教程那一期我说过，其实拍东西你首先要知道谁是拍这种感觉拍得最好的，这个重在平时的积累和你自身的审美。如果你平时都不做积累，等拍摄到来的时候临时抱佛脚去网上乱搜一通，那么无论你怎么用力拍都是徒劳。拍香水我一直很喜欢的一个香水博主 Initial Scent， 他的香水拍得很高级，看似简单的手法却拍出了很多人拍不出的质感和高级感。因此我在做 brief 的时候，风格参考了这位博主的，并决定在他的风格基础上加入我自己的想法。这么做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你的甲方一定非常熟悉圈里的头部博主。当甲方看到你说你要拍出跟他一样的效果，而且收费只有他的零头时，一个字，绝。甲方会毫不犹豫地通过你的拍摄方案，然后怀疑你是不是喝了几个菜啊，吹呢吧。接下来就是准备道具了，道具的准备情况直接决定了你后期拍摄的效果，所以在前面 brief 里我认真做了规划，给要买的东西列一份清单，就开始行动吧。玫瑰花是在网上买的，还有很多其他小道具，绿植、树枝、树叶等，其中一些都是我在花鸟市场垃圾桶里捡到的。很多商户会丢掉大量没用的鲜花绿植，正所谓乳汁砒霜，无汁蜜糖，这也是一个省钱小技巧分享给大家。因为我们的拍摄其实很浪费的，一些绿植如果每样都完整买回来，既占空间又费钱，这其中大部分绿植在拍摄过后就会被我丢掉，所以能省则省哦。另外在挑选绿植的时候也大有讲究。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拍摄技巧环节吧。首先说一下空间感的营造，营造空间感是摄影里非常常见且重要的一个技术。你可以看到我很多照片都加入了前景遮挡，这样可以增加朦胧感和空间层次感。但是这个前景遮挡非常有讲究，大家尽量选择这种有缝隙的树叶，这样可以让镜头更好的通过它们营造前景朦胧。空间层次感有时候往往不是简单的前后关系，你还可以加入多层空间关系，比如这样。这就要求你在产品摆放的时候多花点时间，记住一切以显示屏里的空间关系为准，不要盲目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因为人眼和镜头的透视关系不一样。场景搭建并不是越复杂越好，有时候简单的场景反而能更好的衬托出产品。像这个场景，选一块绿色桌垫打底，在斜后上方加一束硬光光源，这样就可以很好的表现瓶身以及色彩质感。在瓶身两侧再加2个 LED 光源，强化轮廓光。再来看一下这个场景，我在斜上方加入一个垂直常亮光源，进来一部分羽化光照亮部分树叶，主光是热血闪光灯加蜂巢，辅光放在远处打亮主体边缘，仅此而已。这里还有个小技巧，
如果你的闪光灯光线太亮太硬，还可以用皮筋给它套上硫酸纸，非常好用哦。另外有粉丝私信问我香水瓶是如何照亮的，这里依然是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廉价的道具——手电筒。当时在 TT 好像1毛钱还是5毛钱买的，忘记了。用蓝凝胶把它固定在后面隐藏起来，效果还是非常棒的。最后再来说一下配色的问题吧。你可以看到我的每一个画面里色彩都是协调的。一个作品里，如果你能保证色彩协调，那么即便不够出彩，但至少可以保证它是合格的。这个需要前期和后期的一起配合，因为你很难买到跟你想象的一模一样颜色的道具，所以可以买一些临近色的道具，然后在 PS 里简单调整下即可。像 TF 俄罗斯玫瑰这一组，方案里是低饱和暗紫色的背景，但实际很难买到这种颜色的背景。于是我想起了我珍藏多年的紫色绸布，一来色彩相近，二来方便造型。说到造型，跟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用的道具——花泥。花泥在吸水前几乎没有重量，但吸水后重如砖头。它可以任意切割，花枝直接插在上面就可以造型了。对了，以上所有你看到的照片都是我用热血闪光灯拍摄的，布光方式也基本全是主光加蜂巢，辅光或者裸灯，或者可以给配一个输光皮套，通过控制主光和辅光的位置、角度以及功率去凸显主体。这里要注意一点，当香水瓶瓶身需要用小手电照亮的时候，闪光灯的功率一定要降低，同时适当增加 ISO 和光圈，不然就会喧宾夺主，掩盖掉手电的照明。我想说的是，其实这次的拍摄布光部分并不是重点，因为就是很传统的主光加辅光的形式。但是如果想要出来好的效果，更多的精力应该花在方案的制作和日常的积累中。当然后期也非常重要，这里时间关系就不展示后期的过程了，我很难通过一个视频把每一个点都交代清楚，所以最后也请允许我打一个小广告。想要系统学习拍摄的小伙伴可以来我们工作室参加线下课，我会手把手教会你从道具采买到场景布置，再到拍摄和后期的全流程，各种风格的拍摄这里都可以系统的教会你。而且我们的线下课学员全部都是终身制的，在你学习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遇到的问题，我都会为你耐心解答。好了，视频到这里，希望对你会有帮助。看完的小伙伴记得帮我一键3连，后面我会持续分享创作干货，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留言区互动，我会一一回复大家。